中国有56个民族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风俗。出门在外，远在他乡，理当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。如果各位老司机去蒙古旅游，有幸被牧民邀请在蒙古包过夜，当你看见女主人在床头系了一条红绳，记得千万不要乱动，否则当心走不了。至于为什么，请听猫爷慢慢道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近年来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大草原，感受那一份天高云阔和游牧民族的热情和奔放。可是，很少人能够有机会住进牧民的蒙古包里，而遇上女主人在床头系红绳，那更是千载难逢的事情。游牧民族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，为了适应高寒干燥的气候条件，他们形成了游动放牧的生活方式。通过持续轮换使用不同的草场，实现了牛羊群的放牧养殖，也对高原稀缺的水资源起到了关键的保护作用。游牧民族按照季节将放牧畜群的牧场分为春、夏、秋、冬4季牧场，每个牧场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，少了任何一个都无法抵御高原的考验。春牧场是牧民开垦播种的地方，春季到来，整个山谷都躁动不安。牧民们杂兵引渠，开垦播种。到了4月份，气温回升，积雪开始融化，牧羊产羔完毕，大家便会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新一年转场做准备。春牧场是牧民和牲畜休养生息的地方，一般持续时间很短暂，有时候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。春季转场是迁徙游牧生活的开始，人们期盼来年收获丰收。夏牧场是一年到头最忙的地方，但也是游牧民族小孩子最喜欢的时节。这段时间也是暑假假期，长达4个月之久。在这段期间里，水草丰盛，气候温和，男人们负责畜群的放牧，让牛羊群吃最好的草，长更多的膘，以防御冬季的寒冷。女人和孩子则在家里忙着给羊羔断奶、烧茶打囊、挤奶剪毛，并制作各种奶制品。秋牧场代表着游牧民族大团聚的时节，大家从高海拔的夏牧场转过来，集中居住在一起。这时候牛羊肥硕，农作物丰收，大家齐聚一堂，欢声笑语。除此之外，秋季还是给牲畜配种的关键时刻，牛羊群的配种时间直接决定羊羔的出生日期，否则很可能因为无法抵御严寒而夭折。在冬季11月份，牧民就要转场到自己的冬牧场。在以后的数月时间里，最低气温达到-30度，牧民要在天寒地冻的环境里徒步5000米去放牧，因为昼短夜长，天不亮就出去了。如果遇到暴风雪天气，人和牛羊都有可能被困在冰天雪地里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正因为如此恶劣的环境，再加上这样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，迫使牧民需要不断地进行搬家，更换居住的地方，不时往返于各个不同的草原牧场。于是，聪明的游牧民族为了让生活更加方便，发明了移动的房屋——蒙古包。蒙古包又叫穹庐、毡帐，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善，现在的蒙古包通常由架木、布、绳带3大部分组成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草原、羊群、蒙古包几乎成为了游牧民族的代名词。很多人到内蒙古去旅游，总希望能够亲身体验一下住在蒙古包里的感觉。这蒙古包也的确有很多优点和特点，而且住起来与城市里水泥砖瓦打造出来的房子有很大差别。首先，蒙古包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拆装，能够很好的解决游牧民族频繁搬迁的需求。正常来讲，一个熟练的人只需要2-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一整个蒙古包的搭建，而运输一顶蒙古包的材料只需要2头骆驼和1辆游牧民族常用的乐乐车就可以轻松实现。其次，蒙古包室内采光和空气流通都很好，能够做到冬暖夏凉，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生态环保居室。细心的人会发现，大部分的蒙古包都是东南朝向，这也是太阳升起的方向，不仅是一种信仰，更多的是为了抵御严寒和冬雪。而蒙古包虽然样式略有区别，但是大部分的蒙古包通体白色，而且还具有计时功能。这个临时住所
凭借天窗和圆形的哈纳瓦格以及呈伞状的奥尼顶，被牧民称为天然钟表。千百年来，无数牧民依靠太阳照在天窗上的程度来辨别时间，精准度甚至能够达到分钟。不过蒙古包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空间有限，不像咱们普通房子这样有3居2室，十分宽敞，能够分成多个卧室。游牧民族一家人通常住在一个蒙古包里，如果有客人到来，很难安排住宿。然而游牧民族又偏偏是个十分热情好客的民族，只要有朋自远方来，都会拿出最好的酒肉牛奶招待客人，还会很客气地同意客人的留宿请求。而此时就会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，客人来了，到底住在哪里？总不能和主人一起同住一张床吧？这个时候红绳就派上了用场，它也是热情好客的游牧民族对待生活态度的最好诠释。在睡觉时，因为只有一个炕，热情的蒙古族人又绝不允许让客人打地铺，所以只能让客人和自己睡在同一个炕上。而且蒙古族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，通常是女主人挨着客人就寝，但男女有别，此时女主人就会把一条红绳或者红色腰带放在2人之间，以此来表示男女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警示对方不能逾越这条红绳。这条红绳既是实实在在的界限，也是一种道德的底线。如果碰到比较本分的客人，看到这条红绳，晚上睡觉时一定会老老实实蜷缩在一边，保证不会触碰到主人的一丝一毫。茫茫大草原，别人好意收留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，会恪守人性的底线。而凡尘之中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谦谦君子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检验人品，最后只能防得了君子，却挡不住小人。人无完人，那么万一不小心碰到红绳，会接受怎样的惩罚呢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如果放在2人之间的红绳原封不动，那蒙古包的主人就会认为这个客人是值得深交的朋友，不仅会再次好酒好肉的招待，临走时还会送上一些奶制品作为礼物馈赠。然而有些人就是守不住这条红色的分割线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，比如一些睡觉不老实的人，或者大大咧咧不懂感恩的人，还有就是有意无意之间触碰女主人的肢体，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。第二天早上起床时，如果被男主人发现放在床中间的红绳被人动过，歪七扭八的放在那里，主人就会认为这个客人心术不正，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，主人都会将客人看作是一个不值得交往的人，也是一个不值得信任和帮助的人。此时蒙古族人就会使用他们特有的惩罚方式来警告客人，以起到威慑的目的。如果遇到脾气比较好的主人，往往会冷言冷语代之，然后将客人驱赶出自己的蒙古包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要是遇到彪悍冲动的主人，一大早就会将你从蒙古包里拉起来，然后给你狠狠地灌上3大碗白酒。如果你不顺从地喝下去，就说明你心中有愧，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。可要是为了证明清白，一口气喝下去3碗酒，这一天的行程也就报废了。在荒郊野岭下能够走多远，更是未知数。所以不要以为这惩罚很轻，没有力度，其实则不然。牧民用最简单的惩罚方式，完成了对客人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惩罚，足以刻骨铭心。最后话说回来，3里不同风，10里不同俗，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有的风俗习惯。如果各位老司机有机会去蒙古族旅游，首要进入蒙古包，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不要闹出笑话，更不能因此得罪主人，辜负了牧民朋友的好意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猫爷就先讲到这儿了。大家还想了解哪些地方的特色风俗、历史趣闻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猫爷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